女人只是在浴室里泡了个澡，可出来后却发现客厅竟变成了一片火海，吓得她赶紧拨打消防电话。可还没说几句，火势就诡异的越烧越大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朝门外跑去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扑面而来的大火吞噬。然而奇怪的是，等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却没发现任何火灾痕迹。可法医的一番话却令人毛骨悚然，女人确实是被大火烧死的。这里明明没有发生火灾，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为查明这起诡异案件，法医将尸体带回解剖室分析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检测结果显示，死者的皮肤确实有严重烧伤。警方察觉到异常，立即调取了当晚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女人回家后就再未出门，且临死前确实拨打了消防电话。就在众人困惑之际，法医有了重大发现，死者脑内存在一种黑色物质，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检测技术，专家无法确定这是什么霉菌，只能将其送往国外进一步分析。法医坚信这种霉菌就是破案的关键，但具体成分还需等待检测结果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警方刚把样本送出，又一起离奇命案发生了。在一个30多度的清晨，一位公司老板竟裹着毯子溺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。法医检测发现，死者鼻腔内竟有冰块残留。警方调查后得知，老板早上进入办公室后便再未出来，直到2小时后，秘书送资料时才发现他已无呼吸。尸检结果显示，这起案件与上一起高度相似，死者脑中同样存在那种未知霉菌。由于检测结果尚未出炉，法医只能在报告上写下死因不明。这一结论立刻引发上司不满，短短几天连发2起离奇命案，一句死因不明就想糊弄过去，这不是在媒体面前自打耳光吗？于是上司强令将死因改为心脏麻痹，既能安抚媒体，也能给家属交代。可话音刚落，警方又接到新报案，一名神父死在家中，尸体被开膛破肚，伤口缝合处竟绣着一道诡异符文，显然凶手极具仪式感。法医立刻用棉签检测神父鼻腔，果然也发现了那种未知霉菌。3起命案接连发生，警方不敢再拖延，紧急指派本地侦探黄火土，协同从国外请来的侦探凯文共同调查。果然，专业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凯文很快注意到一个被忽视的细节：台北天气炎热，家家户户都装有冷风机，而警方此前从未检查过这些设备。当他打开冷风机盖板，竟在里面发现一颗小小的钢珠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前2位死者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钢珠。经科学检测，钢珠表面有微小孔洞，内部填充的正是那种与死者脑中相同的霉菌。凯文推断，凶手将钢珠放入冷风机，霉菌随冷风扩散至整个房间，受害者吸入后致死。但霉菌的具体性质仍需等待国外检测结果。与此同时，黄火土认为神父身上的符文或许是突破口。他们找到当地一位玄学博士，博士一见符文，顿时脸色煞白，这是阎王爷的催命符。黄火土大惑不解，杀人案怎会牵扯到阴间符咒？博士解释，这类符文源自一批出土的古代法器与石刻，据传是道士修仙的秘籍。黄火土带回石刻文字仔细研究，竟发现上面的字符与3名死者名字中的某个字完全吻合。这意味着凶手是按石刻上的文字挑选目标。推演之下，下一个死者名字中应含王字。就在此时，警方又接到报案，大街上发现一具尸体，死者名叫陈两旺，心脏被活活掏出，伤口同样缝着催命符。凶手果然在按石刻文字行凶，可他究竟图什么？恰在此时，国外的检测结果终于传来，那种黑色物质是一种重生真菌，它喜暖畏寒，遇冷风便会钻入人脑。死者血液中多巴胺含量高达常人5000倍，相当于吸食了1公斤毒品。这说明所谓的烧死、淹死，其实都是受害者临死前产生的极端幻觉。但问题来了，死者鼻中的冰块、烧焦的皮肤组织又该如何解释？难道凶手来自另一个空间？专家也无法给出科学答案。无神论者凯文坚持认为这是人为犯罪，而黄火土则坚信必须从玄学角度破局。他查到道家典籍记载，地狱有5狱：寒冰狱、火坑狱、抽肠狱、剜心狱、拔舌狱，经历5狱磨练，方可得道成仙。如今4起命案分别对应前4狱，唯独拔舌狱尚未出现凶手必定还会继续杀人。话音未落，
凯文来电。他在第4名死者抛尸地附近的监控中发现一辆可疑车辆，警方迅速查到车主，一位3年前从美国归来的博士，曾是某设计公司老板，身家丰厚。他们立即前往其写字楼，竟在楼内发现一座隐秘道观。更骇人的是，关中道士如同中邪，见警察闯入便疯狂攻击。短短3分钟，现场血流成河，9名警员、20多名道士当场毙命。最后仅剩1名道士与1名警察幸存。那道士最终承认自己连杀4人，只为修仙。案件似乎告破，可凯文在道观中发现异常。他找到一间地下室，墙上刻着与石刻相同的文字，并在角落发现一名被藏匿的小女孩。她腹部被剖开，体内也滋生着黑色霉菌。所幸女孩尚有呼吸，被紧急送医后脱离生命危险。众人以为真相大白，不料次日清晨，凯文竟离奇死于黄火土家中，舌头被活生生拔下。黄火土惊恐万分，凶手明明已落网，为何命案再起？更糟的是，他发现自己手上也沾染了那种霉菌。妻子急忙将他送往医院，经1天1夜抢救，他终于从鬼门关捡回一命。昏迷中，玄学博士的话不断回响：人唯有大病，方能大悟，大病乃修仙之本。醒来后，黄火土第一件事就是赶往女孩病房，却发现病床空空如也。护士告知，女孩下午已出院。这一刻，他猛然醒悟，女孩根本不是受害者，而是幕后黑手。他藏身道观，实为闭关修仙。黄火土火速返回道观，果然见女孩早已等候多时，大量霉菌从天花板飘落，女孩竟缓缓悬浮而起，双瞳如鬼，冷冷凝视着他。黄火土惊骇举枪，可手指刚扣扳机，手掌竟瞬间燃起火焰。他甩手扑灭，意识到女孩并非要杀他，只是在制造幻想。然而他已吸入大量霉菌，现实与幻境开始交织。他回到了3年前，女儿被绑架，惨遭杀害，妻子悲痛欲绝，举枪自尽。黄火土崩溃痛哭，无法承受这双重打击。这时女孩走近，轻声说：你女儿没死，我杀了5人，只差最后一步便可成仙，我需要你送我上路。黄火土不信修仙之说，怒斥其荒谬。女孩一怒之下开枪击中他肩膀，正欲结果他性命时，却被他反夺手枪。但作为侦探，他终究不愿夺人性命，立即送女孩就医。万幸子弹只擦过头骨，未伤及性命。黄火土松了口气，回到家中。可眼前一幕让他如坠冰窟，一向温柔的妻子竟对女儿拳脚相加。他冲上前阻止，却惊觉妻子已变成那个女孩，手持利刃直指女儿咽喉。黄火土本能扣动扳机，枪声响起，幻境破碎。原来他始终未从霉菌引发的幻觉中醒来。女孩所做一切，只为借他之手完成拔舌玉，达成修仙。因吸入过量霉菌，黄火土最终与女孩一同闭目长眠。警方赶到时，2人已无生命体征。妻子见到丈夫尸体，悲痛欲绝，疯狂拍打呼唤。就在此时，3年未曾开口的女儿突然喊出一声：爸爸！原来女孩为修仙，一直让死去的姐姐魂魄附于黄火土女儿体内。如今她已成仙，姐姐魂魄离去，女儿终于恢复神智。更令人震撼的是，当黄火土听到女儿呼唤，心脏竟重新开始跳动。他终究放不下家人，选择逆天改命，放弃成仙之路。影片至此结束。